I did a trip 2 weeks ago to Asia, and people there are excited about the 2K League. It's going to be a global competition. Having a Shanghai team and a London team. Just a question of how good a gamer you are. We think this is a global league. Hello， What's up YouTube？ 大家好，我是阿弟，欢迎来到我的2K 视频。就在1个月前 NBA 2K League 的亚太地区邀请赛刚刚在韩国落下帷幕。首先感谢很多人看了我那个视频，那个视频很长，有15分钟。我相信很多人看完整个比赛的全程以后，很大一部分观众心里应该都还是有些懵逼的，因为之前我也没有特别解释过它。NBA 2K League 到底是什么？它和 NBA 或者2K 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我们又在哪里可以看到 NBA 2K League 的比赛？以及最后怎么样的人才能进入 NBA 2K League？ 所以在今天的视频里，我将会全面的解释 NBA 2K League 到底是什么。如果你也对 NBA 2K League 有兴趣，又或者作为一个2K 玩家，你曾有过一点的想靠打这个游戏来赚钱的想法的话，我相信这个视频可以帮到你。Okay, let's get it。首先，我们先来明确一个定义 ：NBA 2K League 是一项电子竞技赛事，相同于 League of Legends 或 PUBG。NBA 2K League 是一个围绕 NBA 2K 系列游戏来开展的一项电子竞技赛事，而促成这个联盟成立的两方，一方是 NBA 联盟，另一方则是 Take-Two Interactive， 而 Take-Two 又是2K 和爱星的总公司，所以 NBA 2K League 是 NBA 联盟直接向2K 的总公司，这两方直接签订的合作来促成这个联盟。那么既然是 NBA 和2K 的合作，而我们也知道 NBA 一共有30支球队，那么2K League 有几支球队呢？目前2K League 一共有23支球队，而如果你仔细看这些球队的名字，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些队几乎都是以 NBA 球队命名的。但很显然，并不是每支 NBA 球队都有自己的2K League 球队。但既然这些队名字和 NBA 球队一样的话，难道所谓的2K League 就是控制 NBA 对应的2K 球队互相打吗？那有人会说，哇，那我不无敌了，我在2K 里老詹用的贼溜，什么40分、50分随便砍。奇怪呢。首先我们先明确一点 ，2K League 不是这么打的。那么 2K League 的对抗模式是怎么样的呢？首先 2K League 的对抗模式是统一的全场5打5，每一位玩家控制一个球员，每个玩家控制的球员不是实际的 NBA 球员，而是在2K 里我的生涯模式的自建球员。所以 2K League 的基本对战模式是10个人分别控制自己的 MC 自建人物，来进行5对5的全场对决。OK， 那么这边你可能又有疑问了 ，2K 的 MC 自建球员的话，从他的徽章到身高和臂展这一系列影响能力值的因素，都是可以自己调的，甚至连运球动作都可以随意来自己调。特别是后卫，如果运球动作都可以自己选的话，那不是无敌的随便打。这个游戏对运球动作的选择影响非常大，选好的运球动作和操作可以直接拉开玩家的差距。那既然是用 MC 的自建球员来对抗，这一系列的球员建成和动作选择所造成的不公平不确定因素 ，2K League 是怎么处理的呢？我们以之前的韩国亚太锦标赛为例，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2K League 中给出的建模，首先身高体重都是框死的。空位64 ，SG 66 ，SF 68 ，PF 6011。而在你选定了位置以后，建模不会框死有5个选择，但是也只有它建好的5个建模可以选。也就是说 ，2K League 中使用的建模是在统一身高、体重、臂展的规划下，在它规定好的有限的建模内进行选择。就算是你自己建出的你认为完美的建模，如果不在它规定的建模里，那无论这个建模有多完美，你都无法使用。我们再来讲球员动作。投篮包可以自由组合，但是没有 NBA 球星的投篮包，只能从系统定制投篮包里选。同样的运球动作也都是只能选规定好的，比如说节奏运球，现在我用的是精英16，精英16是去年最快最好用的节奏运球之一。但是在2K League 的比赛里，几乎都是统一的这个专业6，所以很明显 2K League 的运球动作都是有规定的，有限内的规定建模和有限内的投篮包组合，加上规定的运球动作，从而实现最大化的游戏公平性。顺便说一句 ，2K21 能把节奏运球弄回来吗？ 2K20 的运球系统晕得我要吐了。OK， 我们把 2K League 的基本整明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在哪里可以看到 NBA 2K League 的比赛？首先有条件的同学可以看 Twitch。Twitch 可以说是2K League 最官方的一个直播平台，当然有条件看油管的话也行。所以首先有条件的话 ，Twitch 和油管都可以。第3种收看的途径是通过腾讯来看。腾讯呢，去年开始和 NBA 2K League 签约，成为了2K League 在中国的首个转播合作伙伴。而目前的最后一个观看途径，也是最简单的，是在 NBA 2K League 的官方微博直接观看之前一系列赛事的精彩回放。目前来看，官方微博上的比赛还是蛮全的，之前的常规赛和季后赛的都有。刚好我顺便提一下赛制 ，NBA 2K League 的赛制一共有4部分
组成，分别是哪4部分呢 ？Regular Season 常规赛、Tournaments 锦标赛，然后是 Playoffs 季后赛，以及最后的 Finals 总决赛。这4大块就是 2K League 一季的赛制。OK， 最后我们再来讲一个问题，也许也是很多在看的人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如何才能被选中进入 NBA 2K League？ 我们以即将开始的第3赛季的选拔政策为例，首先你需要在 Pro 或者 Rec 的球馆 ，Pro 和 Rec 就是这2个球馆，在这2个球馆里进行5对5的比赛，在2个球馆的任意一个里面，至少获胜50场，同时拥有至少50%的胜率。在截止日期之前完成这一项之后呢，你需要在他们的官网上填交一份表格，然后等待是否进入选拔赛的通知。这个就是最初的第一步，接下来就是各个地区的选拔赛，而顺利通过选拔赛的选手就将进入 NBA 2K League 的选秀池，也就是最后一关。只要你被选中，恭喜你，你就是 2K League 的一员。OK， 既然现在你已经知道进入 NBA 2K League 的流程了，接下来我要讲的是对于那些真的有想进这个 2K League 的想法的观众和玩家，如果你真的想被 2K League 选中，我这边告诉你3个作为 2K 玩家软件上的要求。为什么是软件上的要求？简单点说，硬件要求就是你的2K 技术水平。你可能会说，阿迪你又不是选手，你怎么知道他们的选人要求？没错，我的确不是选手，但我很有幸的作为自媒体，全程参加了在亚洲的2次选拔赛，并且同时和 NBA 2K League 的教练也有仔细聊过。而从和他们的交谈中，我也多多少少知道了他们的选人标准。如果你真的有打算进入 2K League 当选手，请记住下面这3点。首先，第一点，语言，也就是你的英语。我们这次亚太选拔赛去的所有中国选手，在那边和别的选手都是只能用英语交流。我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如果我的技术比别人好，但我一句英语都不会说，我能被选中吗？答案是不能。2K League 每半年一赛季，普遍选手每半年一签约，它并不是 NBA 的选秀跟你签个2-3年，养个潜力新秀，英语练好了再出来，这个在 2K League 是不可能的。且 2K League 赛程紧密，选秀选完马上开打，所以说他要选的是技战力，是选了过去马上就能用的人。一句话，他根本没有任何时间给你练英语。可能很多人听到这边就英语啊，我看到英语就头大，怎么办？我英语真的学不进去啊，或者怎么样？那我这边告诉你，在你进入选秀前，你不用把你的英语练到好到 native 的级别。那么练到什么程度才够呢？你只需要练到打这个无物游戏够用、够交流的级别就可以了。这个是最低的底线，用心学的话很快的。第二点，作为 2K 选手的软件要求 ，2K League 喜欢有激情的选手 ，2K League 的选手都充满激情。他们在接受采访时说过。Man, these guys are about to go at it in the middle of the game, and I want to express that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the way that the fans react to it, they like it. 在之前我和教练的交流中，他明确告诉过我，某一位选手的缺点就是缺少激情，充满激情和吼叫的电竞赛场，可以说是 2K League 的一大特色和看点。在 2K League 的比赛场地里，两队对手之间坐得非常近，跟别的电竞比赛坐得很开不一样。2K League 的比赛做得这么近，就是为了营造一个可以随时互喷垃圾话、充满激情的比赛氛围，这也是 2K League 的魅力之一。所以他们喜欢打球有激情的球员。第3点，你对于这项赛事的热爱和你对于联盟的渴望，这个相信不用我多讲了。道理很简单 ，How much you want it？ 作为参赛选手，你对这个游戏的热情，你对进入联盟的执着，是否传达到给了他们？如果你足够热爱 ，2K League 可以感受到。这边同样我也举个例子，这次参加比赛的一位选手，他精心努力准备了1年，在最后赢了之后，他流下了眼泪。而当时这位 2K League 的 MD Brandon 也在场，并上前安慰祝贺了他。而最终这位选手通过了亚太邀请赛，进入了选秀池。每一位参赛的选手都很出色，但他的热情和执着联盟看到了，就这么简单。你对这项赛事的热爱和你对联盟的渴望，以上3点都是 2K League 希望在参选选手身上看到的。算是我通过2次整个预选赛，加上与 2K League 教练的交流，总结出的这3点，是为了给真的想进 2K League 玩家的真诚建议。最后我们再来讲一下今年全新成立的第一支 NBA 2K League 中国队，就是我们的 Genji Tigers 上海队。没错 ，NBA 2K League 新增了一支中国队。首先 Genji 不用我多说，如果你是一个电竞玩家粉丝，那你一定知道这个俱乐部。去年绝地求生全球冠军，2019全球最有价值电竞公司第6名，作为全球最优秀之一的电竞战队 ，Genji 能加入 NBA 2K 联盟，并且组建第一支中国上海队。这个对于 NBA 2K League 在亚洲的发展所产生的帮助是巨大的。能够有这么一支专业的电竞团队来运营上海队的话，作为一个在亚洲的 2K 玩家，心里也是十分安心和充满期待。而对于我们亚洲 2K 玩家来说 ，GNG 加入 2K League 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在现阶段，我们进入 2K League 的竞争和欧美地区的玩家来比变得相对较小。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次我们参加亚太地区选拔赛的7名选手，包括之前参加上海邀请赛的所有选手，竞争人数和对象都还暂时没有达到欧洲或者北美地区参加地区选拔赛之前的多重选拔和更激烈的竞争。而 GNG 作为上海队，又肩负着在亚洲地区帮助 2K League 寻找人才的使命，所以这个上海邀请选拔赛之后一定会变得更有竞争力。
但目前为止，我们所要面对的竞争比起欧美还是相对较小。所以听完了以上这些，如果你真的有心想成为 NBA 2K League 的选手的话，趁早行动是最好的。明年就是一个好机会，GNG 上海队说不定就会有你的位置。同时，我这次也很有幸得到了参观 GNG 在韩国基地的机会。参观完俱乐部之后，首先我玩得很开心，俱乐部每一位工作人员都非常的 nice。同时，作为一个2K 玩家，在参观完俱乐部以后，最深刻的感觉，那就是我对上海队充满了希望。OK， 那么在影片的最后，附上我这次在 GNG 的基地体验。Love you guys, see you guys next video. Peace. I'm not gonna touch it. I can touch them? You sure about this? I can touch the trophy? Wow! Oh my god. Oh my god, I just touched it. I see a lot of alcohol. You guys drink at work? No. So is it okay to actually drink alcohol in work? Only for adults. 能在环境这么好的 streaming room 来直播，真的是 Look at this fancy setup. Wow. Looks like the future. What is this? 哇，这个好老好强，这还有这个哇太强了。So this is for more like For everyone. everyone. You tell me back and nothing new. There's no 燕京是有3个分部对吧？所以是上海分部和首，然后是 LA。Could you please say that once again? I'm sorry, just start recording. Please. Am I gonna appear on the video? It's up to you. I don't mind. Black and gold. Black and gold. Our staff or our players. This is for our group. Yeah, I see all the trophies. So a lot of top I can touch them? You sure about this? I can touch the trophy? Wow! Oh my god. Oh my god, I just touched it. G. Top G, yeah, that's for her. So this place is for drinks, right? Yeah, for snacks and drinks. Snacks and drinks. Whenever, you know. I see a lot of alcohol. You guys drink at work? No way. You guys actually... So is it okay to actually drink alcohol in work? Sure about this? Only for adults. That's so cool. Actually, a lot of like strong ones. Looks so nice. This one for the PUBG. The first global championship that we won. So this is for more like For everyone. Everyone? The office. Yes. So this is the 5th floor, and this is where Genji Elite Esports Academy is. What it is basically a school. So A school. middle school and the high school level students, they come in here. You graduate from this program. Get a certificate, do a certificate. Wow, that's so cool. 那教年轻人 esports 专门支持一个学校，就是这边的韩国年轻人会到这边来接受他们的 esports 的学习。然后呢，在这个他们的这个 esports 的这个学校毕业的学生呢，成功毕业的学生呢，可以拿到这是他们的认证，后来去美国的大学。That's crazy. All of our groups, their name after So it's for streaming, right? Yes. So our players or our streamers, we also have streamers. They can come in here and stream. Streaming room. Yes. 哇，能在环境这么好的 streaming room 来直播，真的是，应该是每个主播的梦想。自己家里如果能有这样的规格的 streaming room 的话，应该真的是。So they practice here. So that's for League of Legends practice room. Highly classified. Our Pac-Man room. What? For wrestling. What? You can chill in a place like this when you get tired of the game. 他这么开卡迪 ，Hello, sup, yeah. 哇，专业电竞技术比较。哇。I'm good, I'm good. I mean, yeah, but I did not expect this. 不仅是电竞设备完备，连休息区都这么完美，应该是所有打游戏的选手非常梦想理想的一个环境吧，真的是太舒服了。他们食堂都有。 So this is the first floor, the cafeteria. All the staff and the players. You guys have a cafeteria? Wow. That looks so nice. Yeah, I'm taking that. That looks nice too.
你只要好好把你的 esports 打好就好了，别的一切任何休息、吃住什么，他们都帮你搞定。就我有非常强的这种感觉，这就是最专业的电竞俱乐部。